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不爱就散，我是念华，我是方玉，欢迎大家收听跟开始收看哦。今天我们要谈到的这个个案，方玉律师刚刚在我们开录前告诉我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想人生一个人这件事，就是一个人这件事是一个选择，而不是一个一直没有被选择之下的一个结果。我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我单身我选择，并不是说我是被剩下的那一个而且还有说这个选择呢，它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到中年以后一种认命的选择，它是可能在很开始的时候享受到一个人人生的好处，最后选择在一个人的这个前提下面，人生再做一些加减。你知道一个人老后在日本就很早有出这一本书，有女性版的也有男性版的真的它有分性别版对，分性别版。还有在这个过年我看了一个日剧，它是影集，但是我只看一个片段，它叫独生女子的日子。她就是一个独生女子，她一天怎么过的，包括她可能早上起来她是在职场上她都单身，那单身的时候职场上都讲单身你加班或什么的，或者说你怎么现在还单身，我要不要帮你介绍啦她说我单身我有错吗？你要记得帮我介绍什么呢然后好像她不要，或者说单身那你就加班嘛，反正你又没有要照顾要小孩或照顾家庭。她说我单身就得要有单身有罪嘛所以单身这一件事情变成现在好多人在讨论，因为单身有单身无限的，就是怎么讲，他轻松嘛他觉得不用去负担在亲密关系当中所有的负担跟不自由，所以不少人现在在选择单身好不好？一个人好还是两个人好？我觉得因为太久没有过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我现在很难想象。但你说有没有羡慕呢？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自由度决定做什么时间自己要去做什么，那个自由度还算是相对蛮高的。对，所以有时候我很难回答。那今天的这个个案呢其实它不是，我们通常讲个案好像说它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它是有一个女性她是国中女老师62岁就退休了。她比较特别说他在30到50岁的这段期间，他身边是一直都有伴的，也就是他选择不婚。但是呢50岁以后，他发现自己也不需要特别去找了，因为他中间一直都有伴，一直替换的原因，最后对方离开他都是有一个发现，就是说我发现你蛮自我的就是你不太配合人。那我这种口气跟态度，我不晓得是不是对方离开的时候，或者他可能带着种说我觉得你这人真的太自我了也许是这种口气。 anyway 他自己归结结果，别人离开他都认为你适合一个人你不适合在关系里面。那他说现在62岁了，他说如果我再找到任何伴，其实没有性方面的需求跟满足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是他的用语。他说只是剩下陪伴的功能。他说如果我再进入一个关系只是需要陪伴的话，他愿意把这个精力用来探索好好跟自己相处，来过后面的人生，在这里面找到好好跟自己相处的方式趣味，然后成为一种真正享受的人生。好，所以这个是他的主述。我们现在用的是他在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他一个平凡人啦，对他所有主述的这个内容。我比较好奇的是说他选择的这一个最后的选择，他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享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出在前伴侣通通点出你太自我。老师你会怎么样去看？因为我们通常把你太自我，简单来讲一般人认为不是优点在群性的社会里面好，所以太自我3个字他不太认为是一种正面的描述。那他的语气里面现在也没有遗憾，但是他接受了，他也没有反驳，他接受说所有人都说他太自我，所以我可能是适合一个人过。一个人过有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也可以是因为你看到在关系里面自己很多的不适应，对，所以干脆你不要进入任何亲密关系。我觉得这样讲就是说太自我这件事跟单身以及你适不适合在经历另外一种体验我要讲一个，就是说
太自我这句话印象就，我们对这句话的印象就是你完全自我中心，你在不会考虑别人，在关系当中你不太会同理，你也不太妥协，你也不太配合，也就是说我们在关系里头不一定自由会受限。那我们的单独的个人跟单独的个人这两个人在这里头到底怎么样找到一个你还是维持你，我还是维持我，但我们却可以过这么大的自由度，而且非常的在这个关系当中得到那种陪伴的感情或功能好了。那我觉得刚才我举老师的例子，他讲说一个人好两个人好，因为我很久没有一个人了，所以他觉得在这个两个人当中，他感受到他的自我并没有被冒犯，没有被剥夺，没有因此感受到不舒服，对吧？就是没有。好，所以有一次我就跟我一个单身50岁以上的一个单身，因为他们那一群人全部单身，全部都是主张单身的女性。对，他们觉得婚姻真的太麻烦他们觉得婚姻太麻烦。那他们原因有几个啦，我觉得可以呼应他们60岁单身又怎样，确实也快到60了。那他的情形是这样，就是他觉得单身让他决定他自己的时间安排，他不用有任何罪恶感。他觉得说这个时间礼拜六是家庭日，那我如果去跟我朋友 hang out， 去跟他聊出去聚餐，会不会对我的伴呢是觉得不太好呢？是我们在职场里面，你知道，比方说唱 KTV， 新闻却很喜欢唱歌。那确实我会看到30多岁结婚的同事，因为我们是一个 team， 所以比较没有什么年龄的，就大概这个他有的年龄 range 可能到20到25。30多岁他会来，可进入到40的时候，他想来，但他 excuse me， 因为他先生会觉得说你怎么晚上每次都有活动，所以孩子就要交给我来 take care， 或是礼拜六下午那更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对，所以呢，你看到所以他第一个理由说他选择单身是觉得他不用常常处在一个罪恶感当中。好，即便我的老公或者我的男朋友愿意给我更大的自由度，但是我 always 会先自责自己是不是太自我，就是太不顾他的感受。那第二个，他觉得他的单身好处是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不用跟另外一个人商量。譬如说我现在可能想出国就出国，就是说那我也不用去配合他的行程所以他觉得他在这里头的自由度很高，是他不需要跟别人讨论，他就可以做一个人的行动。好，那我经常会问他，你每次看着月亮不会觉得孤单吗？因为他家看得到月亮，因为你知道他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月亮，看得很清楚他家啦他说你不会觉得这样很舒服吗？因为他就会坐在那边看书，跟刚才这个60岁单身这个又怎么样的这个女主角是一样的。他说我就在这边看书，不会有人在那边吵说你觉得那个剧怎么样，你干嘛不陪我，还陪我聊天什么。他觉得我一个人的单身就这种生活他很自在，所以他已经感受到单身自在这件事情的乐趣。那我曾经学他觉得说那一个人单身会怎样，我就在一个像连假，我们通常连假就会有家庭聚餐嘛或聚会，可是我就一个人跑去北投啊，一个人跑去喝咖啡啦，一个人跑去干嘛，跑去花莲啊去住。我后来发现了一件事情那个两个不一样在哪里我真的深刻感受到那个两个不一样。就第一个，我发现我的那个规律感不见了。因为你有伴侣的时候，你知道要吃3餐，可是我现在没有一个人一直说要吃3餐，我饿了，我饿了再去吃就好了嘛。我后来发现我的时间序不见了，我那个秩序感不见了。那这个对你来讲是享受，或者会觉得有 somehow 有一点点慌乱？有一点慌乱，因为我有猜到对，有一点慌乱。然后呢，直到我发现说我在2个人的时候，因为这个我先生是规律型的人，他刚好补了我那种规律而有个安定感。原来我发现单身，你如果真的要做单身，你要开始懂得怎么安排出那个规律跟秩序感。就是你不要觉得我早上睡要几点起来都没有关系，因为你那个时间空间感其实会因为单身失去了聚焦跟定锚的时候，其实会产生寂寞感跟荒凉感。
所以我发现单身的人是已经知道我一个人不用像填空哈，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别人给我们一个句子，对不对？我们只是把人给填进去。我今天才完成我这一天，对不对？我们今天上班有早上8点或者晚上8点，我就一题一题的填上去。我们都是被安排时间的人，我们太习惯了。其实这非常的精准传神的描述我自己，就是平常在规律生活里面，我那个安定感的来源是在这个时间，我还有在这个空间做这一件事情，它的稳定性。那因为我的个性说，因为有这一个稳定性，所以它在中间我才会分辨出中间的零碎或空闲时间，然后零碎跟空闲时间做什么事情，那件事情效率的极大化，使我获得一个有进步的成就感。我同意老师，我也是这样。对，所以但是我回过头来补充刚刚芳玉讲的，让我觉得我有一个看见，就是说他的重点仔细去看，他是单身吗？还是说是不是单身，有亲密或是婚姻关系？好像不是这个，而是你的人生怎么过。你人生怎么过，一定会有一个过法。而这个过法，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的那一个方法。我们现在讲秩序，听起来好像是人生一定要怎么样，一个萝卜一个坑，不是这个秩序。这个秩序你就把它想成像自然律一样，你人生一定有一种律动，属于你自己律动的节拍，你不可能没有节拍的再过一生。这个是已经是非常客观的了。对，所以这个节拍在单身或是有亲密关系的情况下面，你都需要找到这样的一个节拍。是的。那我自己觉得说，我的婚姻生活今年进入31年嘛，好，所以那你就说换上前面的情感生活也超过了31年。但我会觉得说，在有亲密关系的情况下，我的自我得到比较多的成全。为什么？因为一个人要去追求你自己所渴望的，或者是你想达成你希望成就的，它不可能是一个人的 efforts。你即使是单身也不可能，因为你说我真的是单身，我没有什么人要 take care， 也没有双亲，也没有宠物，但当你要去追求跟追寻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还是需要一些 support。那我觉得亲密关系是一个你一回头自然而然有个人在那里，你就可以寻求的那一个资源。然后这个资源，如果这个人他这个地方够强大的时候，一个人他也可以成为你一个体系。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这30年刚好也是跟我的工作，因为我们都受雇者，所以我不会说什么事业啦。芳玉律师才有事业，他在自己的事务所。我是说，应该是说在我的工作成绩，或是我有热血、我感兴趣的事情上面，我觉得是因为我在一个关系里面，所以我反而更容易去成全自我。所以你说自我这件事情，本来听起来好像跟独身，它比较是孪生啊，背对背，那又不尽然。那又不尽然。孪生叫背对背，我现在才学到背对背，或者是孪生一体两面的意思。我们有个比较文学性的说辞。对，所以这个是呼应，对，呼应芳玉老师所讲的。对，我们在看说，很多人，我这个想要写到婚姻里面，有没有人在找芳玉律师的时候，他要离开婚姻关系，是后来他发现他自己比较适合单身。我觉得那这个对方会很不好接受啦。对，所以我觉得他很难协议离婚，最后找到这个婚姻诉讼。有没有人就是归根结底那个原因？我觉得其实是我是有啦哈，就是我单身的朋友，他当时就觉得他不适合婚姻，因为他是一个恋爱脑。他恋爱脑，所以他认为爱这件事情是一个浪漫爱。然后他觉得他做了一个研究，他发现他旁边可以走得长久，像我们这种30年的，就是可以理解婚姻本身就是如日常，平淡如水。但是他对于婚姻跟对爱情的想象就是那种波涛汹涌的哈，所以他觉得他不适合走到一个很贫乏或者是很无味、很乏味啦，应该讲。他对他像坟墓一样。对，他认为说人生就是要能够被体验。他说如果是乏味如日常的话，他觉得那个不是他的日子，所以他很快就决定不婚哈。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单身不婚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要总结在老师的那一句话里面，就是
有时候不是单身，也不是两个人或者是亲密关系这件事，要不要婚姻的这件事情，而是说你怎么活这件事情，反而是更重要。因为独活就是独自活哈。那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孤独死这件事情一直被社会在做讨论，政策在做讨论，孤独死有 focus 在日本这个部分 ，NHK 这个专题做了很多，因为它最后其实是牵涉到社会资源的一个动员。对对，那这个当然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聊，就是说其实独活这件事情，包括你怎么老后，我觉得都需要一起来做学习，因为它是要被安排，而不是说一个浪漫性的想法啦。而且如果我 based on 就是我播了这么多年，看到 NHK 在探讨的时候，这里讲的独活单身的viewers 或是听友，你不要觉得不舒服，就是说独活指的并不是保持单身，独活是指他到后来他渐渐所有的社会网络都断了，对，也就是说他的人生里面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没有任何关系的连带，而单身未必是未必，而且可能单身他本身的社会网络 networking 各种的连带比在婚姻生活里面的人更丰富也更丰盛所以独活这件事情指的它不完全等同于了解单身。老师讲了真的蛮精准的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一个人老后或者是刚才讲的独活，那到底要怎么去安排跟规划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早期太多年都在婚姻当中了哈，就是被期待，这整个社会是被期待有婚姻的。那我们这个世代，尤其2024年到高龄社会之后，如何一个人老后选择单身，那如何能够过得很丰盛的一个老年哈，跟临终前的安排，我觉得是必然是台湾很多人要学习的。我自己都在学习这件事。也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能够找到一位后中年的单身的朋友来跟我们聊聊，跟我们分享。不爱就散，谢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别忘了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那 Podcast 的听友，那下载呢，并给5星好评，要记得订阅哦。好，我们下次再会，拜拜拜。